有个粉丝让解释一下五蕴皆空，这是佛经里的词。我这样说吧，除了那个万物本源是真的，剩下的都是虚幻。但这个本源描述起来是真的挺难，一开口就错，它非常难以用物质现象界的语言来描述，也许是个永恒的难题，所有的形容只能接近，因为它只能被体验、被感知，而不能被言说。所有的代名词都是强加的，什么道、空性、佛、本体、神、上帝等等。为了不带宗教色彩，我们叫它意识。意识就是太一、完整且唯一的现实。除了意识之外，其他的一切，包括宇宙、有形物质和个人，都是虚拟现实的存在。对意识的最佳描述是无限的、无所不在的、无所不能的、没有实体的、非个人的、超然的现实，是所有存在的神圣根基。本源是一个无限，同时包含无数个无限。本源虽然无限，同时创造和包含了一切有限。本源虽然无形无相，同时创造和包含了一切形象。本源虽然无始无终，同时创造和包含了一切始终。本源没有空间，同时创造和包含所有空间。本源没有时间，同时创造和包含所有时间。本源不在任何地方，同时创造和包含所有地方。本源无限小，同时也无限大。此外，《道德经》、《心经》以及六祖都描述过，意识经常被描述为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，因为它是非二元的，因为它无法被正确的描述为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。事实上，意识永远无法作为经验的对象被了解，因为它就是去体验一切的主体。意识是这个和那个的源头，是力量、物质和一切存在的起源，是尚未被定义的，也是不能被定义的，是一切的根基，是尚未诞生的，是根本的实相，是不变的、永恒的。既然意识本身就是现实的基础，又怎么能恰如其分地被描述为物质世界的某样东西呢？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基底，反过来说，物质世界是意识的虚幻变形。意识并非世界之果，而是世界之因。意识可以说是纯粹的知识本身，如同一个无穷的光源，散发着光芒。但只有在无知中，意识才会如同物质世界的物体一样为人所见。意识没有属性和形体，它是自存的、绝对的、不朽的。